第二频道一大姐，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在海上到了濒临饿死的绝境，会靠食用同伴活下去吗？这个话题可讨论性就很强了哈。今天故事里的人呢，在绝境之下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年仅17岁的男孩成为了事件中的牺牲者。这个事件还是轰动一时啊，甚至让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皇也直接参与了进来。在2012年呢，上映过一部经典电影《少年派奇幻漂流》。这事件与这个电影有一些关联，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看过啊，但这个没有看过也无所谓。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内容。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名叫派的少年在海上航行时遇到海难，家人全部丧生。逃过一劫的他与一只孟加拉虎在救生小船上漂流了227天，人与老虎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关系，并共同战胜困境，获得重生，得以幸存。影片就介绍完了。那感兴趣的去看原片了，我也不是电影频道了。那片中在海上漂流的孟加拉虎有一个名字叫理查德·帕克啊，这个名字与我刚刚说的那个男孩名字一样。这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也使那一起海难食人事故再次被提起。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0多年前。1884年的5月，英国南安普顿木西草号游艇停泊在港口中，它不久前被一位澳大利亚律师购买，也即将被交付到购买人的手上，所以下一次起航目的地就是澳大利亚悉尼。整装待发的木西草号净吨位20吨，长度16米，已经在海上航行了17年，眼下早已是年久失修，还可以在海上工作多久不得而知。这次要面对的是2万多公里的航程考验只要是有多年航海经验的人呢，都会感觉有很大的不安全因素。于是招募船长和水手就遇上了重重困难，应聘者寥寥无几。但最终也还是凑够了4人，组成了这一次航行的团队。托马斯·杜德利是经验丰富的船长，埃德温·史蒂芬斯是大副，也是同样饱经风霜。资深船员埃德蒙·布鲁克斯是船长的老搭档，正想借这次航行移民澳洲。还有年仅17岁的舱内实习船员理查德·帕克，他是个孤儿，这是他的第一次海上长途航行。虽然他的朋友们也曾劝他，认为这艘船不太安全。但他没有接受建议，而是决定去冒险，期待着通过旅途使他蜕变成一条硬汉。而且这一次的航行薪水其实给的也很高，3位老船员也是业务精湛的，品德高尚，那就问题不大。自己做好了面对疾风和狂浪的准备。4人集结后，1884年5月19日，向着未知的大海深处进发了。海上第一周风平浪静，一直到6月，南大西洋的风浪无情袭来，气候骤变。船长杜德利决定做出调整，绕开原计划的航线，改走新线。风雨天气也持续了很久，在7月3日，风浪突然停了，但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游艇此时离西北方的非洲好望角还有1600英里，距离最近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也足足有680英里远。船长杜德利也通知大家做好一切准备，迎接随时再次来临的风暴。果然，2天后的7月5日晚上，狂风卷起滔天巨浪，无助的游艇在惊涛骇浪之中，仿佛一片孤叶。在这种极端天气下，任何的操作只是徒劳。那船长杜德利察觉到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果断下令弃船。几人合作，迅速放下4米长的救生艇逃生。一阵手忙脚乱，4人全部上了救生艇。不到5分钟，木西草号游艇就葬身大海。虽然小小的救生艇在暴风雨中摇摆不定，但最终还是载着4人挺过了这一次海浪的侵袭。阳光洒在了海面上，海风也变得温柔了。救生艇随着洋流缓缓地行进，4人虽然惊魂未定，可接下来要面对比狂风巨浪更加危险的事情。他们不用清点物资因为满眼看去只有2罐腌制的萝卜。因为当时的情况特别紧急，所有人都没来得及转移食物，也没有携带任何海上生存工具，连钓鱼也钓不成。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淡水储备。这就算是要了亲命作为很有经验的海员呢，每个人心中都有了不祥的预感只能寄希望于快点见到过往的船只来解救他们。可是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真的有奇迹发生吗？
前2天几个人没有吃任何东西，在第3天，船长杜德利打开了一罐萝卜，分给所有人进食。之后又饿着肚子过了2天，竟然在海上抓上了一只海龟。4人如获至宝，有计划的吃掉了海龟。尽管没有任何加工，也难以忍受那种腥臭味，但是这能为自己提供生存的能量。又熬过了几天后，几个人吃掉了最后一罐萝卜。7月13日，他们不得不饮用自己的尿液。之后4人足足8天没有吃任何东西，5天没喝淡水，时间成了敌人，慢慢抽走了他们的身体能量。阳光的暴晒加上严重的虚弱，使几个人每天只能蜷缩在救生船里一动不动，精神恍惚。17岁的帕克实在渴得不行啊，没有听从其他人的警告，晚上偷偷喝了海水，导致自己严重脱水，并且痢疾病缠身，命悬一线。但是他凭借毅力一直在坚持，等待奇迹出现。那在远古时期啊，据说海上航行呢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极端情况时可以食人求生，肉体可以果腹，鲜血可以止渴，但是头颅需要葬海。但首先要是已经丧命的同行海员，那如果没有啊，理论上用抽签的形式决定，服从命运的安排。这被认为是海员之间公认的行为。杜德利船长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偷偷和史蒂芬斯和布鲁克斯表示，那现在所有人呢都已经到了绝境，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啊，也不如我们就按照这条求生惯例，结果了那个孩子的性命，这总比所有人呢都饿死要好。这样人一听啊，坚决表示反对啊，说不定啊过几天就会有船只经过，还是再等等。这杜德利船长的提议就被暂时搁置。但1天后，船长再次提议以抽签的方式在过程中做一些手脚，结果帕克的性命，来解决危机的状况。此时虚弱的史蒂芬斯身体也急剧恶化，抵不过饥饿和虚弱带来的折磨，就点头同意了。但布鲁克斯仍旧拒绝，不想参与邪恶的勾当。船难的第19天，杜德利终于下了最后通牒：明天如果还没有过往船只搭救，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潺潺的海水声掩盖住了几人的讨论，虚弱的帕克依然闭着双眼，蜷缩在角落中。奇迹没有发生，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经过的船只。1884年7月25日，已经决定动手的船长振振有词地说：“其实这不算是故意杀人，目前他的身体最弱，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加速了死亡，早点让他解除痛苦。况且他是孤儿，我们3人都肩负家庭。史蒂芬斯有5个孩子布鲁克斯也有家人在等待着你。”这一次，史蒂芬斯已经完全认同了船长的计划，而筋疲力尽的布鲁克斯始终坐着保持沉默，不赞同也不抗议，等着罪恶的一幕上演。船长杜德利先是做了一次祈祷，祈求赦免他们的鲁莽之行，要求拯救他们的灵魂。随后，史蒂芬斯迅速抓住了帕克的双腿，船长颤抖着告诉男孩：“不要怪我们，你生命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没等小帕克反应过来，船长抽出小刀夺走了帕克的性命。那个时候他们就完全失去理智了，为了生存呢，也已经完全将人性抛开。曾经没有表态的布鲁克斯也被本能驱使，参与了这场食人盛宴。接连4天，剩下的3个幸存者都以此为生。杜德利日后回忆当时我们3人活像一群野狼，令人毛骨悚然。1884年7月29日，木西草号遇难的第26天，奇迹降临了。终于，一艘德国运输船发现了他们，并将3人救起，带回到英国的法尔茅斯港，结束了他们的苦难。船长杜德利也将救生艇带回国，并保留了帕克的一根肋骨，准备为他筹备一场基督教葬礼。岸上无数英国国民热情欢迎3人幸存归来。根据法律，他们立即向海关报告海难详情。船长对发生的一切丝毫不隐瞒，承认自己是杀人食人的策划者。海关将报告送往伦敦内政部。当时内政部长得知以后非常的震惊，说必须要对3人进行审判。而随着审判大幕缓缓拉开，海难食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所有人都承认的情况是：一、全员极度饥饿，几近死亡，帕克是最虚弱的；二、等待数日，视线内没有船只经过；三、如果不是这个决定，他们绝对不会又坚持4天获救；四、并没有集体投票决定存亡，而是在没有男孩的参与下，3个成年人考虑到自己的家庭，都不愿做出牺牲。这有关于3位被告有罪无罪的讨论呢，也迅速升温。各大媒体都从不同角度报道，多数民众表示同情被告的两难处境，认为他们不是罪犯，而是迫不得已。
并且创作了支持他们的歌曲，很快传遍了全国。而这场海难衍生的悲剧会如何定罪，也是全国瞩目的焦点。之所以大多民众会出现这种看法因为在西方社会的近代史中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定形式的食人行为是得到社会认可和法律承认的。那通常海难和空难中的生还者会用遇难者的遗体果腹，或者牺牲自己的身体来解除其他人的危险。1816年历史最著名的海难事件美杜莎号沉没时，也出现了同类相识的情况。在近代1972年，一架载有45名乘客的乌拉圭客机在南美安第斯山坠毁，幸存的16名乘客为了活下去，也被迫做了这个决定。或许幸存者会遭到人伦道德上的谴责，但是法律上似乎无法进行裁决。可是这个事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幸存者的笔录上很清楚地写着是在帕克还有生命体征的状况下将其杀害，所以这一举动就涉及到法律的凶杀范畴。1884年9月11日，庭审开始，事件中没有参与动手的布鲁克斯成为了法庭的公诉方证人。这2名被告虽对事实供认不讳，却自称是万般无奈，用1个人的死换来3个人活下来，结果是好的，我们不承认有罪。律师更提出紧急避险与精神失常2项抗辩理由，请求宣布2人无罪，当庭开释。那检察官很不认同这是连城荒谬至极，谋杀就是谋杀，从船长的供词上丝毫看不出他们有精神错乱，虚弱的帕克对他们也构不成半点威胁，压根就谈不上紧急避险。英国法律从未承认杀人罪可以适用紧急避险抗辩，这既违反先前的判例，也没有伦理与道德基础。如果司法贸然承认抽签杀人原则的合法性只会给今后的恐怖罪行留下可乘之机。同类相识在其他动物类别中也只是少数存在的，但人类是有别于其他动物，这在道德情感上是不可接受的。这法律的意义就在于人人平等保护每个人合法正当利益。那夺取他人的生命来满足自己生存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判决书上也义正言辞的一个人或许能屈服于诱惑，但是不能拿它做借口。法律不允许同情罪犯以任何方式削弱犯罪的法律定义。这法院对任何自救措施都持有极深的怀疑，因为紧急避险极易成为无政府行为的借口。最终陪审团认定事实，法官宣告故意杀人罪成立，驳回他们的紧急避险抗辩，判处绞刑。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准确的判罚，因为毕竟人还活着，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气，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夺走性命，就是故意杀人罪，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但被告对这个结果大吃一惊不仅是他们吃惊，也有很多人对这个结果感到惊讶，公开表示这个判罚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别人没有经历过他们那种绝望，就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高点去评判这种极端情况下所做出的行为是否是错的。而且法律这个东西是在人类社会所适用但是他们在海上的那种极端环境是脱离了人类社会特征的情况。我们人类也是动物我们可以有秩序的生存，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做出的一切决定不一定是真实的意愿，或许只是出于对生存的本能。所以回过头来你再用法律来评判，这是否显得太过道貌岸然了呢？那这2种说法在当时就成为了社会上最激烈的讨论点。但不得不说，反对死刑判罚的人是占了多数。法庭在多次审理中也做了相应的回应。这案件中作为牺牲者的是最弱的、最小的、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难道杀他比杀成年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必要吗？答案一定是不。在人类群体中随意夺走弱者的生命是完全不能被法律所认定的原则。一旦承认了这样一个原则，就可能会成为放纵畸形和罪恶犯罪的合法借口。法官只能尽自己最大能力查明法律，依据自己的判断伸张法律，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法律对个人太过严厉那就只能呈递给国王陛下，依据宪法授予国王的宽宥之权，免除这项规定。所以后期维多利亚女王也找人代表自己参与了事件的定夺算是抚顺舆情吧，把2名被告从死刑减为监禁6个月。最终事件也是在长久的讨论中慢慢落下了帷幕，直到后来偶尔被人提及。那直接动手杀人的船长杜德利1900年于澳大利亚因黑死病去世，他的故事被世人熟知，也被当地人都称作食人者汤姆。而帕克出生地附近的南安普顿市的东郊一处教堂边上，有人设置了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
为了纪念理查德·帕克17岁因木西草号游船失事，经历19天可怕的灾难后死亡。那在最后，我还是要问开头的那个问题啊，如果你在海上到了濒临饿死的绝境，会靠食用同伴活下去吗？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我谢谢你了。